骗子夏寻。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在墨林打赢了官司之后，黄子成再度联合文官，企图把事情闹大，甚至传到了皇上的耳中。回皇上，宫外传来消息，太学生们嚷着武军都督府处断不公。他们先是去了国子监，接着是贡院、礼部，还向御史拦截陈情，现在又去孔庙哭诉了。黄大爷，到你了。哦。哟，几日不见，棋艺见长啊！哎，黄大爷，那太学生们闹事，闹的可是杨家和夏寻的官司。你要不说这事儿，我倒忘了。这场官司啊，听说你们中山王府也掺和了一番呢。文官闹事是黄子成在背后，那个叫夏寻的，又有你们中山王府撑腰。你要知道，我最见不得的，就是官员们在私下拉帮结派啊！小机灵鬼，不许在黄大爷面前装傻。说吧，这个叫夏寻的，跟你们中山王府究竟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维护他呢？明儿这可是为了报恩呢。报恩？此话怎讲？那日我贪玩，去北平探望姐姐，狩猎的时候情形危急，夏寻的舍命救了我。哦，此事我倒是有所耳闻。原来救你的人就是夏寻呢。如此说来，你是为了报他的恩，这才请你的兄长出手相助。正是，我哥哥其实不认识夏寻，那个夏寻是明儿的朋友。明儿虽说是女儿家，却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，欠人恩惠，自当报答。再说，明儿可不是不讲是非，助其为恶呀。那杨家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些。照我看来，夏寻更名换姓，彻底脱离杨家，实在是情理之中。小小的人儿，说话倒是挺有气魄的。黄大爷教得好。小机灵鬼真是会说话。这个叫夏寻的，可有官职吗？夏寻是青州的生员，我听说他也是锦衣卫的成员。竟然是小郡主的一番话，让我当上了这个御前侍卫。这小郡主还真厉害啊！皇上竟然对她言听计从。西门兄，你糊涂了。小郡主她哪有权利去插手朝中之事？皇上让我当上这个御前侍卫，是在和文官置气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郡主呢，固然在皇上面前为我说了不少好话，但是不至于让我这个小小的锦衣卫一夜之间栖身于朝堂之上。皇上是看不惯黄子成带着一群文臣闹事，所以呢，就封我做了这个御前侍卫，来为武官增势。这皇上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朝中文官结党，他便提拔武官来分庭抗礼。你夏寻被那黄子成贬得一文不值，他偏要你处在那大殿上来煞上那些文官们的力气，果然是妙招。夏大哥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上朝，可别迟到了。时辰到了，的确该走了。哇，这身官服也太适合你了吧，简直是英气逼人啊！是不是啊？谢谢。想不到你穿上这身飞鱼服，还真是人模狗样的嘛。你这狗嘴里还真吐不出象牙了。
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启禀陛下，臣张信奉旨查春闱科考案，今日复旨。钦奉旨重阅试卷，结果如何？陛下，朝廷取士只以文章定优劣，务求公道，以服天下。臣等遵陛下旨意，仔细复审，特别留意北方举子的试卷，发现南北两地考生的成绩确实相差悬殊。张卿真是公正严明，好会做戏呀！朕呢，早就收到密奏，你和前任的主考官刘三五串通一气，就因为你在朕的身边行走，朕还不信。想不到，果如其言呐！陛下，这是蓄意污蔑，臣自受皇上斥责，禁足府中，不曾离开一步，如何与张信大人串通？北人不能上榜，非是我等舞弊，原因实则有三。原因为何？你且道来。其一，北方人不兴礼教，故而民间相学之风不盛。其二，相比南方，北方人贫者居多，故而求不起学。其三，帝都在金陵，北方人不熟悉科举制度，而南方举子耳濡目染。先生既知此情，为什么不特拨几名北方士子，以鼓励北人之心呢？臣为国取材，只以试卷和文字优劣为标准，不以南人北人为依据，不管其疲弱根有。先生，依朕之见，不如就在北人当中择优选上几名，以安定人心，平息众怒，如何呢？会试榜次已定，当选之人名副其实，岂能更换呢？先生执意不换，这其中就无私情吗？那就请皇上再派第三拨人去查，连老臣一起查，臣光明磊落，有何惧哉？哼！翰林院官官相护，不以公正为怀，反而互相包庇。着刑部立即将张信、刘三五等人缉拿下狱，退朝。夏洵，真的是你啊！黄大爷果然叫你进宫当差了。辅军前卫3等带刀官夏洵，参见郡主。我写给你的信，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感谢郡主恩情。哎，今天黄大爷下朝怎么这么早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的确是发生了大事，惹得皇上非常生气。这些大臣们着实是可恨又可敬。算了，咱们不要在这里讨论国家大事。郡主，这可是景深殿，是大臣们议事的地方，郡主久住于此，不太妥当吧？好吧，那我改天到你府上去玩。嘿。随朕进来。你方才说，他们又可恨又可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微臣只是武人，不该。单说无妨。朕赦你无罪便是。是。微臣以为刘三五等诸位大人
坚持科考公正，以成绩取士，在皇上天威之下犹不退缩，这是忠臣，所以可敬。继续说。可是他们只守自己的道，不顾天下的道，只顾眼前的道，不顾长远的道，是为不智，所以可恨。怎么说呢？若诸位大人能体察圣意，录取几个北方士子，既可平息此番北方举子官员的不满，又可鼓励北方向学之风。可惜，他们不能体谅皇上的苦心，只知就事论事，不能看其长远，所以可恨。北人受金人、元人统治，先后有300余年，败落的不只是圣人文章、诗礼教化，还有丢失的民心呢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长此下去，北方愈来愈弱，南方则愈来愈强，差距越来越大，这天底下岂有宁日啊？皇上说的是，若不足为万民谋福祉，什么大道，也不过是迂腐无用之道。说得好。哎，满朝文官精英荟萃啊，却不及你区区一个御前侍卫的见识啊！哎，怪不得科考之事会落得这般田地呀！皇上，微臣倒是有一个提议，不知当不当说？哦，你有什么法子？快说给朕听听。科考制卷是否可以依照南北情势，开南榜与北榜，分别进行批阅？这样一来，既可让北方学子看到前途方向，鼓励北方向学之风，又不致因南北学子混于一堂，导致落榜的尴尬。好主意啊！这的确是个好主意。夏璇啊，你只是当个武官呐，着实太可惜了。承蒙皇上抬爱。你说的很对啊。如果在科考取士之时，朕都不能考虑到北方经历数百年形成的落后现状，非要把他们置于和南人同等境地去考试的话，这对他们确实不太公正啊。皇上圣明。哎，刘三五等人呐，要是能有你这番谋略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场啊。第一次看法场行刑，你呀，还在为他们感到惋惜啊？如此结局，何苦来哉？他们死得冤。但他们该死！皇上治国如用兵，如果能闯过前面这道关口，取得胜利的话，那皇上就一定会去夺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决，事以为俊。弑君如弑虎，治天下者，绝对不留私情。怎么？怕了？你放心吧，皇上天威，他是不会扫到你这只小虾米的。对了，皇上下旨说，今后科考南北分榜，是你的主意。大人，你都知道？何止我知道，夏雪，这件事情
你莽撞了。虽然因此一言得罪了南方籍的官员，不过在北方的官吏、士绅、学子和百姓们眼中，你的分量却大大增加了。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有失就会有所得。一个不留，全都杀了。这刘三无虽是死罪，但因年近70，依照大明的例律，可以免死，所以发配到西北戍边了。其他的大臣均被斩首。哎呦，我的娘啊！老天啊！老弟啊，你上次回朝的时候不是跟我说，皇上仁爱百姓，心系江山，看重的是大道大义吗？北人受金人、元人统治，先后有300余年，败落的不只是圣人文章、诗礼教化，还有丢失的民心呢。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他们死得冤，但他们该死。皇上治国如用兵，如果能闯过前面这道关口，取得胜利的话，那皇上就一定会去夺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决，是以为重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决。我真的是太天真了。皇上贵为一代君主，心怀天下固然可敬，可是在这大仁大义的背后，却有着令人心寒的心狠手辣。哎呀，这人世间最深的莫过于帝王之心，想到那皇帝老儿，还真让我直起鸡皮疙瘩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你这御前侍卫还当不当了？要不然我们别在这里头搅和了。完了，我现在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哪那么容易抽身？更何况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白衣夏的，他还欠我一条人命。夏雪，小郡主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们玩啊！哎，我听说你受到了黄大爷的重用啊，怎么样？入仕当官的感觉不错吧？郡主，夏巡今日有公务在身，要不郡主改日再来吧。哎呀，这不会是要哭了吧？好你个夏雪，你这个御前带刀侍卫是怎么当上的？还不是我辛辛苦苦求黄大爷帮的忙。还有你在秣陵闹的事，要不是我叫我哥出马，你现在还在和那些杨家人打官司呢。你简直见利忘义，过河拆桥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的不对，还不行吗？这样，郡主你想去干嘛？我夏巡奉陪。这还差不多。要不我们下棋吧？好啊，我现在就让人为郡主准备棋盘，怎么样？我还是第一次到你府上玩呢，要不趁着备棋的时间，你带我到处转转吧。郡主请。哎呀，夏老弟，今天真是苦了你啦。我刚好心狠了，就陪郡主走一走，全当是散心。去吧。哎呀，这彭姑娘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？这女人还真可怕，逛个花市竟逛那么久。这些花刚好可以装点一下花园。这些花真的好美啊！夏雪，城里新开了一家餐馆，下次我们一起去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我们回去吧。回去？你刚刚不是还说要把今天这些花栽进夏大哥的花园里吗？我看还是改日吧。哎，谢谢。我看呀，真正栽进夏大哥花园里的是你这枝花吧？
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来啊，真让我说中了。我才不会看上他呢。哎，我可什么都没说呢，分明啊是你自己心虚。我再也不理你了。我听西门庆说，你和夏大哥是不打不相识，一见面就吵架。可是这些天，我看你俩似乎也不怎么说话，甚至还刻意避开他。别开玩笑了。谢谢。我是个习武的粗人，说话不会那么文绉绉，那么弯弯绕绕的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当你得知夏寻是你指腹为婚的夫君时，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解除婚约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谢父早已寥落不堪，现如今我也只是四处流浪的江湖骗子，这些他全都看在眼里了。现在这样的我和他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打扰了，白大人。哎，公公，白大人，公公劳神了，多嘴问一句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这800里急奏，准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谢过公公。这凌霄帮，你知道多少啊？不过是些闹事的暴民，乌合之众罢了。你说的这乌合之众啊，闹出的动静可不小啊。不过是群流民草寇，难成气候，皇上大可不必过于忧虑。草寇？皇上英明神武，堪比尧舜，这群逆贼是自寻死路。要不然，朕就派你去吧。皇上，微臣还是留在皇上身边听候差遣为好。至于去治理凌霄帮那帮逆贼，臣心中倒是有个合适的人选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近来多有逆贼，名曰凌霄帮，寻衅滋事，祸国殃民。御前带刀侍卫夏寻忠肝护国，深得朕心，特命夏寻即日前往整治，钦此。臣领旨。夏大人真是深得皇上器重，还望以后多多关照。夏某不敢当啊。这是夏某孝敬公公的，公公您费心了。夏大人，您客气了。哎，夏大人，本差在路上碰到了白衣夏白大人，他托本差给您带上一句话。哦，公公，请讲。白大人让本差告诉您，待您办差成功之后，他为您接风洗尘。呵呵，这白大人还惦记着在下，真是我夏某莫大的福气。麻烦公公帮我转告白大人，夏某记下了。一定转达。
哎呀，老弟呀，我给你买了南街水果，特别新鲜，来尝尝。哟，宫里来人了。你自己看一下。恭喜呀，恭喜呀！朝廷这么器重你，前途无量啊！这倒未必是好事。你这小子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看看啊，各级官吏若有阻扰，特赐临机专断之权，这可是御赐恩宠啊！啊！来，坐下。恐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今天传旨的公公给我捎了一句话，白一下白大人要他带话给我。若是这次我凯旋攻城，他必给我设宴接风。哎呦，这么一说，这场酒宴他根本没打算设。他若单是希望我这次剿匪不成功，这倒也罢。只怕你怕他害你。难怪你最近那么谨慎小心啊！你是担心他们已经派人来监视我们了？不可不防。我现在不知道他在路上就要对我下此毒手，还是希望我在剿匪的过程当中自生自灭。果真如此，那便不去，不去不能去。你要我抗旨啊？哎呦，那怎么办呢？要不你找个理由吧，说你得绝症了，动不了了，我这就给你开方子去。不是，你是个妇科大夫，你给我开的方子，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？这个白衣夏，他若真的想置我于死地，我即使不去，他可以在皇上面前参我欺君抗旨，我不还是死路一条？这么说，你这趟差事非去不可啊！你兄弟我必须凯旋而归，才可保命。我必须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才能为我老爹报仇雪恨，才能让他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。来，你比我贵重，你快吃，吃啊！这趟派你去剿匪，但这么大的风险，我本应该随你一起去的。可我仔细想了想，彭姑娘一个人在家，一个姑娘家的，身边没人照应哪能行啊？要不然这次我就不随你去了，我就守着彭姑娘，就等你凯旋而归啊！你真不打算我陪你去啊？你有想过要去吗？走着。去，给我盯紧下旬。属下明白。